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周日惊艳营业，西林小姐剧照美出新高度，网友沦陷了。赵丽颖以栗色长卷发搭配民国旗袍惊艳亮相，将西林小姐演绎的光彩夺目，台词与气场完美复刻乱世破画，粉丝直呼一眼惊艳。她融合古典与现代的魅力，用自信与敬业诠释了何为人群中最抢眼的存在。哎呦喂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看朋友圈突然疯狂刷到一条超级炸裂的消息，赵丽颖工作室周日居然开门红啦！刚开始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，结果一看标题底下的截图，哇塞，那叫一个豪华，这是要搞事情啊！尤其是那一组西林小姐的剧照，天哪，美的不行不行的，我真是1秒钟被迷晕了。你说颖宝这次是不是换了个发型？栗色长卷发，那飘逸的感觉，仿佛画里走出来的人物一样。穿着洋气的旗袍，居然还有点民国范儿，细节都处理得一丝不苟。每一张照片都像是在讲故事，故事里她就是那个光彩照人，舞台上最闪耀的存在。网上有人留言说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，我听了心里乐开了花。少年心事全都写在了那一颦一笑中。咱们颖宝一直都很低调，却偏偏能把自己演得那么醒，魅力不掩。台上台下一样的风采，照片里那浓郁的民国气息，真好像穿梭回那个乱世破画。不得不说，赵丽颖把西林演得特别精彩。我尤其喜欢她那台词，竟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语调，那仿佛雕刻在老电影里的调调，听着特别有味道，就像在看一场时光穿梭，瞬间被带回那个时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现场的人群中，她简直是最抢眼的明星，哪怕只是站在那里，眼神都能点亮一整个房间，那种光芒真不是盖的。有人还发微博说，一眼惊艳，头发染得真漂亮。我觉得呀，这染黑之举完美融合了古典韵味和现代潮流，简直是别出心裁。不仅如此，网上也有人爆料，超会飞的老虎都发了条微博，说自己偶遇颖宝，与好友聊天，忍不住称赞颖宝一眼惊艳。你想，这头发染黑的亮点就已经让人心动了，再加上那一份从容不迫的气场，真是让人觉得，哇，这才是真正的人气明星啊！还说有点意思，这些照片真棒。你说这么多粉丝的眼睛都盯着他，谁还能不心动？我真搞不懂，为什么颖宝这么多年了还能一直保持这么高的热度。我还特意去看了报道，赵丽颖在剧中的表现和现场都特别出彩。有人评论说，她把西林演得有声有色，非常精彩。剧里的台词也让我感慨万千，不得不佩服这位演员的功底，能把那段民国时期的语音和口语演绎得如此真切，这才叫真功夫吗？那一刹那我就想象到了当年的老片子，仿佛看到了那个乱世中的女子用心演绎的那份深情。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，她整个人的气场简直是穿越时空的神秘感。粉丝们都评论说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不只是因为颜值，更是对她那份投入和敬业的敬仰。看到这些照片，我心里特别感慨，咱们的颖宝虽然一直低调，但每次出场都能引起如此轰动，真是人群中最抢眼的那一个。这不，那个超级会飞的老虎都说了，每次偶遇都觉得他很惊艳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魅力就是那样，像一股穿云裂石的洪流，让人忍不住想要一直追下去。而且我告诉你，赵丽颖这次的表现不单单是外表的惊艳，更在于那份由内到外散发出来的自信，那种我就是真实的我的态度，直击人心。其实明星也是这样搞的，你看有的人光靠脸蛋圈粉，有的人靠演技赢得尊重，而颖宝就是把两者完美融合，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多维度的存在。我仓促间发了朋友圈，把这组剧照转发了好几次。
真心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这样的突破和精彩表现。你说，他要是在片场喝一口老茶，抚一抚秀发，再配上那一声好了好了，这场景是不是完美的不行？反正我嗅到了那份对传统和时尚的融合之美，心情都舒畅了。这就是赵丽颖，那个在粉丝心中永远闪耀的西林小姐，不打铁还需自身硬，不管风雨多大，她都能站得稳，演得精彩，颜值惊艳。她用行动告诉我们，真心实意，自信满满，就能成为舞台上的光芒万丈。以后她还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？我在心里打包好期待了。赵丽颖的每一次营业似乎都能精准地触动观众的情绪神经。就在这个平凡的周日，赵丽颖工作室如约发布了一组西林小姐的最新剧照，瞬间引爆网络。照片中，她身着古典长裙，眉眼含情，气质冷艳而不失温婉，一种独属于她的东方美感在镜头前恣意流淌。网友们纷纷留言：这也太美了吧！像古画中走出来的人物，赵丽颖的美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高级感。诸如此类的赞美之声一波接一波，足见她的影响力与审美辨识度已经深入人心。这组剧照之所以能引发如此热烈的讨论，除了造型与妆容上的精致设计外，更离不开赵丽颖本人对角色的极致诠释。作为娱乐圈公认的劳模女演员，赵丽颖一路从傻白甜形象成长为具有深度与层次的表演者。她在荧幕上的每一个眼神，每一次转身，每一分情绪的传递，都让观众感受到一种不需要语言的表达。此次西林小姐这个角色，虽然具体剧情尚未全面公开，但通过剧照所展现出的意境与质感，已经让人忍不住脑补这位人物背后的情感线索与命运沉浮。她仿佛在无声诉说一个关于爱与命运的凄美故事。从花千骨到知否知否，再到如今的酱园弄与西林小姐，赵丽颖用一次次作品的选择与角色的塑造，逐渐走出了自己独有的演员路线。她不再局限于甜美形象，也不再依赖于流量标签，而是选择以角色说话，以实力立足。她的每一次现身都不再只是明星营业，而是一场艺术与态度的展示。这一点在本次发布的西林小姐剧照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她的眼神里仿佛藏着故事，那种静谧却坚定的气场，不靠言语就能征服观众。当然，剧照之所以引人入胜，也离不开整体团队的用心打磨。从布景到光影，从服化到构图，无一不是精心安排的结果。而赵丽颖能驾驭这样高审美、高还原度的角色设定，恰恰说明了她本人的可塑性与表现力早已超越早期设定。网友在评论中多次提及赵丽颖的眼神有戏，她一回头就有情节，这不是空口夸赞，而是来自多年观剧经验的沉淀式肯定。与此同时，这次的周日营业也有着强烈的情绪治愈属性。在许多粉丝看来，赵丽颖的每一次上班不仅是惊艳视觉的馈赠，更是一种陪伴感的延续。在快节奏、高压的现实生活中，明星营业成为粉丝情绪寄托的一部分。赵丽颖的低调与真诚恰好契合了当下观众对于真实感的期待。她不是那种每天刷存在感的艺人，但她一旦出现，便能精准激发观众的注意力。这种稀缺感，某种程度上也增强了她每一次营业的分量与价值。此外，西林小姐的剧照之所以会在网友中掀起如此强烈反响，也与当前观众审美变化密不可分。当下的观众不再单纯追求浓艳浮夸的形象，而是更加青睐内敛、质感、传神的东方气韵。赵丽颖此番造型无疑是这种审美趋势的代表，服饰采用大的色系，发型端庄自然，神情则透露出故事感与情绪张力。无论是静态图像还是动态预告，都能牢牢抓住人心，堪称视觉与情感双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组剧照在发布后不仅在粉丝圈引发热议，也引来了众多路人的围观与转发。不少业内人士在社交平台上公开称赞赵丽颖的状态极佳，越来越有电影感，
更有摄影从业者指出，他这次的表情控制和镜头理解太强了，根本不像是单纯拍写真，更像是在演一场无声戏。由此可见，赵丽颖的表现早已超越一位电视剧演员的标准，正在逐步迈向更具艺术追求与国际视野的层级。回顾赵丽颖的演艺之路，其实并不容易。从早年跑龙套、无人问津，到后来因《陆贞传奇》《姗姗来了》而走红，再到成为金鹰女神、白玉兰提名演员，她用一步一个脚印的方式告诉所有人：你可以不看好我，但我会用实力让你服气。而如今的她，更是将这种实力派形象升华到新的阶段，不仅演得好、抗拒力强，更具备时尚表现力和文化表达力。西林小姐或许只是一个角色，但她身上所承载的却是赵丽颖多年来沉淀的全部光芒与力量。剧照中那一抹浅笑，那一个微垂的眼神，都像是在告诉我们，赵丽颖不是在扮演谁，而是在成为自己角色宇宙中的一部分。在浮躁喧嚣的娱乐环境中，能做到这一点，实属难得。写到这里，我们更愿意把这次惊艳营业当作赵丽颖送给大家的一份温柔礼物。她没有用言语解释什么，也不需要用流量制造热度，只是静静地释放了一组作品，就引发了广泛共鸣。也许这就是内核强大的真正体现，无需刻意，就能自带光芒。最后，想借这篇长文向所有读者说一句，在这片喧嚣纷扰的娱乐海洋中，我们不缺绚丽的泡沫，但真正能沉淀下来的，永远是那些用心演戏、用情做人、踏实前行的艺人。赵丽颖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。我们有理由期待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她的西林小姐不仅会在剧中带来情感震撼，也将再次刷新我们对演员赵丽颖的认识。期待她更多的惊艳时刻，也愿她一直以自己的节奏走得更稳、更远。无论你是资深萤火虫，还是偶尔被惊艳路过的路人，希望我们都能在赵丽颖的作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与共鸣。未来的每一次营业，我们都会在那次偶遇王一博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遇见王一博的梦幻，偶遇与凌晨3点女儿流鼻血的现实暴击，道尽了追星妈妈们夹缝中的浪漫与鸡飞狗跳。梦里签名小票甜如蜜，醒时柴米油盐照旧忙。好了，我这暴脾气差点没被这个故事给整迷糊了。各位看官，今儿咱就唠一个遇见男神，到底是爱情的降临、命运的奇遇，还是午夜梦回的碎碎念？反正梦中的王一博和凌晨3点女儿的一嗓子，给我们的生活配寄了所有的浪漫和鸡飞狗跳。说到追星，这年头真是人人皆可成女主角。你瞅瞅，现在不流行什么竹马青梅，也不管你是不是95后、05后，统统信奉我做梦都想见偶像。凌晨3点，一个平平无奇的夜晚，好家伙，天上掉下来的不仅是个男明星，还是自带签名、送温柔、贴个 QQ 号的那种。但咱细琢磨一下，这事儿靠谱吗？当你左手是帅成泥儿的王一博，右手是流鼻血的熊孩子，这一现实一梦幻的画风，才叫生活硬糊。咱说实话，这年头追星早就不只停留在网络云见面，那种路边一瞅，妈呀，是不是我朝思暮想的 Tay？ 机缘巧合，命运的推手，咱的女主一出门，路口一瞥的撞见王一博了。行吧，东北话讲，这泼天的运气，搁谁不羡慕？前脚跟着他到便利店门口，后脚看到偶像和老人互赠车厘子，这一人私下生活的温暖一幕，给粉丝心里添了几勺甜。可也有争议，网上喷子估计的喊讲真，这不是编故事谁信呢？咋就能遇见明星还那么随和？人家明星下凡，正所谓戏如人生，有时候生活比电视剧都离谱。等咱儿女情长的递上本子，回头却收到一张小票当签名，还带际遇、联系方式。感叹号！嚯，这要搁800年前的起码算个天选之人吧？
其实啊，看热闹咱的讲究条理。放眼咱这年头，谁还没做过现偶像的美梦？去年愚人节，微博上就有个偶遇李现的段子全网疯传，被骗的粉丝比夏天的蚊子还密集。你真以为明星像小区快递员，随叫随到，还能陪你唠嗑、送签名，加个微信聊两句？憧憬虽美，醒一醒，地球挺大，明星可不一定路过你家楼下小超市。不过目标女主这波心理写实，抓住了追星入梦的精髓心动，时刻像烟花一样短暂而冲击。见到偶像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，咱只羡慕不羡仙。最妙的是，他替普通人把美好全都梦了，签名、寄语、联系方式，啥都有，比抢春晚红包还全乎。而生活呢？永远在你信以为真的时候，来了个暴击女儿流鼻血，就像个响雷，把你从高楼大厦揪进锅碗瓢盆。人类啊，不就是这样夹缝取乐吗？睡着了有白马王子，睁眼还得喂王小宝。表面上这故事像极了那些爆款网络文学爽文，主角开挂，偶像天降，好事成双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 No No No， 看似平静的背后，藏着的是代际冲突和现实锤击。试问，如果让你选，年少少女心适合热血追星 ，PK 柴米油盐，带娃日常，你选哪个？看上去女主的梦里啥都有，明星给的祝福比财神爷来敲门还让人激动，可真实人生却是：妈妈，我流鼻血了。梦醒3秒，幸福肥直接塞回肚子里。再从社会视角来说，这也不是1-2个人的烦恼。多少中年少女、全职妈妈，白天要在熊孩子和锅碗瓢盆中苦哈哈死磕，夜里才能悄悄摸摸地追会儿剧，磕个 CP， 给自己灌个英雄幻想。现实与梦境对撞，成了亿万中国女人的小日常、大花絮。反对者也就是咱嘴碎的老爸、老妈、同事、大姑姐会说，都啥年纪了还追星，不嫌害臊？还不如睡觉养个精神，明天上班好有劲。甚至还要补刀，明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，人家哪稀罕你这粉丝？可是反方声音吼归吼，却分明拗不过梦想续命的美好幻想。现实再累，谁还不允许咱偷点懒，做个美梦，和男神在梦里约会一次呢？说到这，我得来个翻盘式反转，别以为这就是单纯的追星 YY， 这小小一场梦，其实含着时代的酸甜苦辣。你看啊，王一博这号儿流量明星，本身就是一边闪耀着光环，一边被各种各样的有点迷糊的少女妈妈及粉丝捧起来的社会现象。这不是哪个人的特权，而是全民的情绪出口。翻翻新闻，咱这几年随便搜，能见到00后妈妈追剧追到熬夜血压飙升，80后奶爸铁粉直播间冲榜冲上头条。甚至还有心理专家专门研究追星到底是逃避现实，还是寻找情绪寄托。就说这个故事吧，看似屌丝逆袭人生高光，其实折射的是普通人对日常压力的自我疏解。劳驾，谁还没点小秘密小情趣啊？所以矛盾就来了，一边是现实生活烙铁般的柴火油盐，一边是梦里男神含笑送暖。表面和光鲜的明星零距离，骨子里其实是现代都市人某种精神消费升级。这份幸运和美妙，给了妈妈们一点喘息的空间和做自己的资格。最厉害的是，女主梦中的王一博还懂事体贴、温柔礼貌，主动分享自己的联系方式。服了，梦里啥都如你所愿。如果是现实，别说号码，估计连个鬼影都见不到。但这梦做得好，来自生活的补偿，打破了被妈妈身份定义自己的标签。梦里的签名小票，可能是每个奔波中女性最想要的温柔回应。可惜美梦再甜，终究架不住一盆冷水。生活可不会因为你遇见梦中男神而格外眷顾。等梦醒，面对的依旧是凌晨3点的家务，嗷嗷待哺的熊孩子，还有明天还要早起赶班的现实。梦想与现实的拉扯，也像极了东北大哥蒸馒头，一边使劲揉面，一边心里喊着别塌了锅子。
更揪心的是，梦境故事虽美，现实体感却痛并快乐着。其实女主早就知道，这神仙偶遇不过是夜半美梦。可为啥大家还乐意看，乐意做？因为真幸福这玩意，在如今快节奏的世界里，太稀罕了。上有老下有小，两头压力山大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转角遇到爱，那咱就只能在梦里光顾一下心头的王一博呗。从另个角度说，这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某种结构性焦虑，身份焦虑、家庭压力、职业矛盾，左一巴掌右一棒槌。妈妈们用梦补偿生活，靠追星取暖，偶尔在朋友圈晒晒偶像同款，其实就是在拼命给自己找个喘口气的理由罢了。但事情还没完，就算是这份梦中馈赠的幸福，也可能随时被现实打断。别说熊孩子流鼻血，有时候一个早上6点的闹钟，就能让你从女主秒变生活小丑。分歧不断，生活与幻想拉锯战，输赢无定。和解看起来还早着呢。这故事上半集该叫追星圆梦，下半集妥妥的生活暴击。咱们这梦想和现实的较量，谁赢谁输，永远都像丫头子的运气。梦里啥都有，现实啥都没留，这大概就是咱媳妇、咱妹妹们偷偷在被窝儿里幻想的美好夜晚吧。要说这文理正方观念，那简直是大写特写的美好。追星可以充电，做梦能逆袭，人生总会被偶像温暖一下。可回过头来，这样的故事，咱也只能在梦里给自己开光了。假如哪天你真走大街上碰见男神，难不成真能得号码、收祝福、签小票？行了，编剧都不敢这么写。但批评归批评，还是要承认，生活太难，做个梦何罪之有？该羡慕羡慕，该醒醒醒醒，明天还得继续劈柴喂马，努力挣钱，让娃打完喷嚏及时擦鼻血，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生活英雄主义。各位沙雕网友，不知道看完这段王一博便利店奇遇记，你们心里是啥滋味？你觉得咱中年妈妈是不是有点白日做梦的天赋？追星续命，偶像治愈，现实暴击，梦境护体？还是说真应该早点醒，别折腾没用的幻想？你说你会愿意做个现实的生活王者，还是偶尔沉迷于夜半的英雄梦想？欢迎评论区开战，谁有不同意见尽管砸场子。人生的许多转折点，往往不是刻意谋划的宏大事件，而是那些悄然发生却深刻入心的时刻。那一次偶遇王一博，说来偶然，却在不经意间彻底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，对自我的认知，更让我的人生在潜移默化中拐了一个弯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那不只是一次粉丝遇见偶像的短暂交集，而是一个人点燃另一个人内心火焰的过程。那天我并没有预料到会遇见他。城市的节奏快得让我几乎忘记了仰望，生活的压力让我常常麻木。那段时间，我刚换工作，频繁加班，焦虑失眠，甚至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。作为王一博的粉丝，我并不是所谓的资深追星族，更多是因为他身上的那种不被定义的坚定吸引了我。他跳舞、演戏、赛车、做公益，每一件事都做得无比认真，这种专注让我在自己的焦虑里找到了一种安慰。可从来没想过，那个我习惯在屏幕上看到的人，会在现实世界与我擦肩而过。那天是一个寻常的工作日下午，我早早从一场无聊的会议中溜出来，想着去公司附近的咖啡馆放空一下。刚进门就看到一个熟悉又遥远的背影，一身低调的休闲装，鸭舌帽压得很低，口罩也遮住了半张脸，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，王一博。不是因为外表，而是那种沉静却自带存在感的气质，是只有关注他的人才能一秒识别的特质。我的心跳瞬间加速，手指不自觉地握紧了手机，却又不敢贸然拍照打扰。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找了个离他不远的位置坐下，脑海中千头万绪，不知道是惊喜、紧张还是无法相信自己的运气。他的身边没有助理，也没有工作人员，
只是独自一个人安静地坐着，低头翻看手里的资料。整个画面无比真实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他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光，他也是一个普通的努力着的人。而正是这份真实，让他变得更加有力量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鼓起勇气，小声问：“可以合张影吗？”他抬起头，那双眼睛干净清澈。他点了点头，没有太多言语，但足够温柔。我至今记得他站起来的那一刻，低声说了句“辛苦了”，不知道是对我说的，还是一种下意识的体贴回应。我们没有更多交流，但那份宁静而自然的互动，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记。回家之后，我久久不能平静。那天晚上，我把照片设成了手机壁纸，每次解锁都能看到那个瞬间，那张没有滤镜的合影成了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一帧。可比照片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带来的思考。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，一个每天疲惫到麻木的人，一个逐渐丧失热情的人，是否真的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？而王一博，他那么忙，却还能用最沉静的状态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。不是张扬，不是喧嚣，而是一种自我坚定的从容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做了很多改变。我开始早起跑步，不是为了变瘦变美，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专注于自己的时段。我重新拾起大学时最喜欢的摄影爱好，哪怕拍得不好，也坚持每周记录一次日常的美好。我甚至开始学习舞蹈，尽管年龄和柔韧性都已经不占优势，但我告诉自己，热爱这件事永远不嫌晚。我开始在人际关系中学会拒绝，不再压抑自己的感受，也慢慢和过去那个讨好型人格说再见。而更大的变化是我对努力这两个字有了新的理解。以前我总觉得努力是为了成绩，是为了被认可，但王一博让我明白，努力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更接近理想的人，是一种不为外界所动的内在坚持。他可以为了一个跳跃动作练到膝膈淤青，可以为了一个角色闭关数月，他不需要喊口号，不需要炫耀，只是默默做到了极致。他的沉默是厚重的力量，他的坚持是对梦想最大的尊重。渐渐地，我的生活变得不再那么焦虑，我的步伐也从慌张变得坚定。我开始懂得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遇见偶像，但如果有幸遇见，更要让这份遇见成为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。王一博不是神，他是一个一步一个脚印地拼出来的年轻人。他没有捷径，也没有依附，而是靠一次次在无人处的努力，把自己锻造成今天被无数人敬佩的样子。这种生命状态，比任何舞台上的掌声都更令人敬畏。现在每当我遇到挫折，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我都会回想那天的相遇，回想他那双认真而坚定的眼神。我会告诉自己，如果他可以在沉默中坚持，如果他可以在质疑中成长，我为什么不能呢？人生不是一场比赛，而是一段旅程。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在每一个节点上不让自己后悔。也许有人会觉得，偶遇偶像并不能真的改变什么，可我想说，真正能改变你的从来不是外界的人，而是你自己在那个瞬间被点燃的心。王一博只是那个引燃火光的人，而我是那个终于愿意不再沉睡，不再随波逐流的人。所以，在文章的最后，我想对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的人说，你也可以在平凡中遇见不凡，无论那个人是王一博，还是另一个让你看到希望的存在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愿意为了热爱而改变，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坚定。而这份改变，不需要多轰烈，也不需要立刻被看到，它只属于你，只为你点亮。那次偶遇之后，我的人生轨迹并没有突然变得华丽，却变得更真实，更坚定，更热爱生活。而我也终于学会用自己的方式，成为那个可以照亮别人的人。谢谢你，王一博，愿你继续在属于你的舞台上发光，而我们也会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不辜负这份被点燃的光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
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